欢迎你来到这次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准备的这份资料绝对会彻底颠覆你对精准医疗的既定印象。没错，这真的是一个蛮人兴奋的突破。对呀，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嘛，要揪出那种藏在体内深处的重大疾病，往往都需要动用像是核磁共振啊，或是很精密的血液分析，不然就是某种高度侵入性的检查，或者是那种过程非常繁琐，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害怕的医疗程序。对，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项最新突破，完全打破了这个常规。你想象一下哦，你走进诊所，医生不需要帮你抽血，他只是请你伸手出，然后手背朝上，轻轻握个拳，就这么简单。对，就凭这个完全不具侵入性，而且丝毫不会侵犯到你个人隐私的简单动作，背后的 AI 系统就能在几秒钟之内准确揪出潜伏在你体内，甚至搞不好会悄悄夺走你10年寿命的罕见致命疾病。虽然听起来超像某部近未来科幻电影的开场，但这真的不是科幻，而是已经明确发生的医学进展。真的。我们今天手边的资料非常扎实，包含了2026年2月27日发布的最新科学新闻报道，还有日本神户大学官方发布的新闻稿。还有那篇重要的论文。对，就是这一切的核心，刚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一篇大型多中心观察性研究论文。所以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我们要带你一起来梳理这些科学家究竟是怎么跨越医学伦理的障碍，仅仅凭着一张极度普通的，也就是你我都拍得出来的手背照片，就成功解开人体荷尔蒙失调的隐藏密码。这中间的巧思真的很值得探讨。不过，在我们一头栽进那些比较硬核的 AI 模型跟惊人的数据之前，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我们先来聊聊，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没问题。这项技术锁定的是一种叫做肢端肥大症的罕见内分泌疾病。对于不熟悉这个疾病的听众，你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吗？其实肢端肥大症在临床上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挑战。这个疾病的根源通常是因为大脑底部的脑下垂体长了良性肿瘤。脑下垂体就是我们人体内分泌的总枢纽嘛。对，当这个枢纽因为肿瘤而失控的时候，它会在患者已经成年甚至是中年的时期持续分泌过量的生长激素。哇，成年之后还继续分泌生长激素。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一个明明已经停止发育的成年人，他体内的细胞却不断接收到继续生长的强烈讯号，这就会导致患者的软组织肿胀，还有软骨增厚。也就是说，外观上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对吧？没错，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手脚会异常变大。例如说，原本戴得很习惯的戒指突然戴不下了，或者是鞋子的尺码越买越大。同时，脸部的骨骼也会改变，像是下巴变得比较突出，额头变宽之类的。记得你提到它的外观变化这么明显，就是让我想到一个很直觉的疑问了。你说，如果一个人的脸型跟手脚都在变大，为什么医学界还会说这个疾病非常难以察觉？患者自己难道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都不会发现自己长得不太一样了吗？其实啊，这就是肢端肥大症最危险的地方。它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温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所以是变化的很慢吗？非常慢。这些生理变化并不是在几个礼拜内发生的，而是以毫米为单位，横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极度缓慢地在演进。哇，那真的很难察觉。对啊，对患者本人或是每天相处的家人来说，这种渐进式的变化几乎是隐形的。他们往往只会觉得，最近好像变胖了，或者是单纯归咎于年纪大了，长相变了。就是不会往生病的方向去想。没错，这就导致了一个相当残酷的临床数据：肢端肥大症从发病一直到被正确诊断出来，平均会延迟长达10年之久。延迟整整10年，这听起来蛮夸张的耶。这不仅仅是外观改变的问题了吧？这意味着患者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体内的器官都在承受异常生长激素的轰炸。你说到重点了，外观的改变真的只是冰山一角。过量的生长激素同时也在强迫体内的内脏器官增大。内脏器官跟着变大，这听起来就很危险。非常危险。
这会引发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并发症，包括那种很顽固的高血压、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很难控制的糖尿病，甚至会大幅增加特定肠胃道癌症的风险。天哪！临床数据显示，如果不尽早介入治疗，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预期寿命平均会减少大约10年。所以早期发现对这个疾病来说，绝对是生死交关的关键。所以当我们知道早期发现这么致命的时候，科学家自然就会把脑筋动到 AI 身上了嘛。这是很直觉的科技应用方向。对，既然这个疾病会改变人的容貌，其实过去几年有不少研究团队试着训练 AI 去分析患者的脸部照片，想借此做早期筛检。这在逻辑上完全说得通，对吧？逻辑上没错，看脸是最直接的。但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当他们要把这套看脸的系统搬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却撞上了一面巨大的法规与伦理高墙。隐私问题。没错，你试想一下，如果在一般的健康检查中，为了筛检一个相对罕见的疾病，医疗机构突然要求你上传一张高解析度、超清晰的脸部照片到他们的云端伺服器，你心里难免会觉得怪怪的吧？绝对会有很多顾虑，这牵涉到极高的个资风险。这也正是这类看脸的 AI 系统迟迟无法大规模临床应用的主要原因。对，那神户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到底是怎么突破这个盲点的？神户大学团队最精彩的破局思维，正是建立在这个痛点上。他们没有继续在如何安全传输脸部资料这个死胡同里面打转，而是直接回归到临床医学的本质。回归到临床医学的本质？对，你想想看，一位经验丰富的内分泌科医师，在怀疑患者有肢端肥大症的时候，除了看脸，他另一个必然会检查的部位是哪里？双手。没错，既然手部的肥大同样是这个疾病非常经典的临床指标，研究团队就转而思考，我们能不能让 AI 只专注于手部特征？可是等一下哦，如果只是拍手，不管怎么拍，还是有可能会拍到掌纹或是指纹呐。这些在现在的法规里依然是高度敏感的个人生物辨识特征耶。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他们在研究设计上展现了非常优雅的解法。为了彻底消除这层伦理障碍，他们设定了一个极其严格的框架，完全避开手心。完全避开手心，所以连一点点掌纹都不拍。对。他们只收集患者手背平放以及手部握拳手的照片。哇，这招真的很高明，是不是？这种隐私至上的设计理念，不仅直接绕过了医学影像 AI 最常面对的隐私争议，更重要的是，它大幅降低了患者的心理防线。确实，如果今天医生叫我拍个手背，我完全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懂你这个人的特征时，他就具备了被广泛接受的潜力。不过我好奇的是，这听起来像是做了一个巨大的妥协。你想哦，舍弃了最明显的脸部特征，现在甚至连掌纹都不要了，光靠一张平淡无奇的手背照 ，AI 真的能看出什么名堂吗？这就要来看他们发表在《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实际数据了。数据会说话。对，我这边看到这项研究最让我惊讶的，其实是它的规模。这不是那种只在单一实验室里面随便找个几十个样本跑出来的初步模型而已哦。神户大学可是动员了全日本15家医疗机构，进行了一场大型的多中心观察性研究。你点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多中心。对于那些渴望了解医疗 AI 前沿发展的听众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必须关注的指标。怎么说？多中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很多 AI 模型在单一医院的数据库里面表现得简直像个天才，准确率超高。可是只要换了一家医院，换了一批不同厂牌的摄影设备，或是不同的打光环境，模型的准确率就会立刻直线下降。也就是说，他们只会认得那家医院的灯光或相机。对，这在业界被称为过度拟合。所以这15家医院的参与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我来报一下这个惊人的数字。这项研究总共收集了716名患者的资料，其中包含了317名确诊的肢端肥大症患者，以及399名对照组，样本数非常充足。
而且他们总共拍摄了超过11480张手背与握拳的影像。这意味着什么？这上万张照片是由不同医院的护理人员用各式各样的相机或者是平板，在诊间里面各种根本无法控制的灯光条件下拍出来的。这完全就是真实世界中最混乱、最充满杂讯的数据样貌，超级耐打的数据库。没错，正因为数据充满杂讯，这套 AI 系统在训练之后，反而展现出了极强的强健性。在技术层面上，研究团队采用了深度学习领域中非常经典的卷积神经网络，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CNN 嘛。对，具体来说，他们用的是 ResNet-50架构。如果我们用比较具象的方式来让听众理解 ResNet-50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拥有无数层滤镜的超级显微镜。超级显微镜。对，当我们人类看这一张手背照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手掌的整体轮廓，对吧？但 ResNet-50看到的是皮肤皱褶的像素级明暗渐层，是关节周围微小到连毫米都不到的几何扭曲。所以它等于是在看我们人类肉眼根本看不到的细节。完全正确。他在寻找那些因为生长激素异常而残留在手部组织里，人类肉眼根本无法解析的微小生物标记。哇，这真的太酷了！不过为了确保这个超级显微镜是真的学坏了辨识疾病，而不是单纯在那边死背这上万张照片，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他们使用了一个叫做5则交叉验证的方法。对，这在 AI 训练里是很严谨的做法。这是不是有点像是教授把题库切成5份，然后轮流拿其中4份来教学生，最后用剩下那份学生没见过的题目来对他进行随堂测验，就这样连续测验5次，确保他真的懂了其中的逻辑。这个比喻非常精准。透过这样反复切换训练集和测试集，再加上资料扩增技术，他们确保了模型学到的是疾病真正的形态学特征，而不是某家医院特有的相机杂讯。那这场严苛训练的成果到底怎么样？我这边看到的数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当 AI 综合判读4张手背和握拳的照片之后，它达到了 0.89 的灵敏度和 0.91 的特异度。这个成绩非常亮眼。对于不常接触医疗统计的听众，我可以快速帮大家补充一下，这里的灵敏度 0.89 代表如果有100个真重的患者 ，AI 能成功抓出其中的89个，几乎不会漏掉真正的病人。对，而特异度 0.91 呢，代表在100个完全健康的人当中 ，AI 能准确判定91个人没病。也就是说，它不会随便发出错误的警报来吓人。这在医疗筛检上非常重要。没错，而且资料中提到，衡量模型整体鉴别能力的关键指标，也就是 AUC， 竟然高达 0.96 哎。在医疗检测的标准里，满分是1 0.96已经是一个极度优异、近乎完美的表现了。确实如此。不过，除了 AUC， 我们还必须关注另一个更具实务意义的数字，也就是 F1 分数。F1 分数代表什么？ F1 分数是用来衡量模型在抓出真正病人和避免吓唬健康人之间是否取得了良好的平衡。这套 AI 系统的 F1 分数达到了 0.89， 听起来很高。很高，但更有趣的是对照组的表现。研究团队找来了经验丰富的内分泌专科医师，让他们看着完全一样的手背照片来进行诊断。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些人类专家的 F1 分数仅仅落在 0.43 到 0.63 之间。等等，你的意思是，即便是在这个领域最顶尖的专科医师，光看手背照片，准确率也是被 AI 彻底碾压的？没错，是彻底的碾压。但这绝对不是因为医师们的专业度不足，而是人类视觉系统的硬体极限就摆在那里。怎么说？你想哦，在缺乏病患主诉、没有抽血报告，甚至不能看患者脸部特征的情况下，人类的大脑本来就不擅长从一张平面的而且只有局部的手背皱褶中去反推病人有系统性的荷尔蒙失调。对，这对人类来说真的太难了。但这正是机器的强项，它就是能在看似毫无规律的局部特征中挖掘出隐藏的统计规律。这确实令人震撼。难怪这项研究的关键推手，也就是神户大学的研究生 Oma Chiyuka 会在新闻稿里面坦言，他说
坦白说，我很惊讶，仅用手背和泉州的照片就能达到如此高的诊断准确率，而且完全没有使用脸部特征，这让它在疾病筛检上使用